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解决一个可能很多人都遇过的麻烦，就是你是不是也碰过这种状况？兴高采烈地把 FightOS 的映像档丢到 Ventoy 随身碟里，结果它根本不理你。别急，今天我们不只要让他们两个成功配对，还要顺便帮 FightOS 动个小手术，把它里面的空间变大，用起来才过瘾嘛。好，第一个痛点就是这个。你满心期待的把官网下载回来的 FightOS 档案丢进 Ventoy， 然后重开机，结果，开机选单里面怎么什么都没有？没错 ，Ventoy 就是这么有个性的，直接无视了你的档案。相信我，卡在这一关的绝对不止你一个。好，就算你透过某些方法总算是成功开机了，马上又会撞上第二道墙。你会发现，系统里面可以用的空间竟然只有小小的2GB。2GB 是什么概念呢？拿来看看网页、收信，可能还勉强可以啦。但只要你心血来潮，像装个 Android App， 或是启用那个超赞的 Linux 子系统，那空间不足的警告，保证很快就会跳出来跟你说 Hello 了。不过呢，别担心，这两个超烦人的问题，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一次搞定。接下来你只要一步一步跟着我的操作，我保证你的 FightOS 不但能在 Ventoy 上顺利开机，而且空间还会变得超级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动手。好，在我们开始施展魔法之前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要说一下就是接下来的所有操作都必须在 Linux 的环境底下进行，因为我们会用到一些只有在 Linux 上才有的超强工具。不管你是用 Debian、Ubuntu 还是像我一样用 ManyLS， 基本上指令都是一样的，可以放心。准备工作其实很简单，第一步当然就是先去 FightOS 的官网，记得要下载符合你电脑 CPU 的版本，把它载下来。下载好之后呢，它会是一个 .zip 压缩档，先把它解压缩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打开你的终端机，用 CD 这个指令移动到你刚刚解压缩完的那个资料夹里面。这一步超重要的，一定要确保我们在对的地方，不然指令会下错哦。好的，进到终端机之后，我们的第一个指令 sudo app update， 你可以把这个动作想象成是，就像大厨进厨房前要先把食材清单更新一下。我们先让系统知道现在有哪些最新的软体套件，这样等一下安装工具的时候才不会出问题。接着我们要请出今天的主角们啦，输入这个指令，一口气安装 QEMU Utils 还有 Cloud Guest Utils。你可别小看这两个东西哦。我们等一下要用到的所有神奇工具，像是放大灯空间魔法之类的，全部都藏在它们里面。来，我们花个几秒钟，快速认识一下刚刚请来的这4位大师。首先是 QEMU Image， 他就像个气球师，专门负责把我们的印象档吹大。再来是 Low Setup， 这是一位伪装大师，可以让系统把一个档案误认为是一颗真的硬碟。最后这2位GrowPart 和 Resize2FS 就是压轴的空间规划师啦，负责把我们变大的空间真正整理好，让系统可以用。了解他们的分工之后，等一下操作起来就会更有感觉了。好了，工具都到齐咯，那我们就正式开工啦。第一阶段的任务很单纯，就是要帮我们的 FightOS 印象档增肥。我们要先从档案的外壳把它撑大，这样才有空间可以处理里面的格局。指令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 QEMU img resize， 后面先跟着你的 FightOS 档案名称，最后加上你想要增加多少空间。你看画面上，我是用加 10G 当做例子，你也可以自由改成加 20G， 甚至加 50G 都没问题。按下 Enter， 你会发现，哇哦，档案真的瞬间就变大了耶。虽然我们档案的体积变大了，但里面的房间还是原来的大小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进入最核心的步骤了，我们要来当个室内设计师，把刚刚多出来的那些空间真正的规划成 FightOS 可以使用的储存空间。首先，我们要对系统施展一点小魔法，用 Low Setup 这个指令，把我们的印象档伪装成一颗真正的实体硬碟。这样一来，你的 Linux 系统就会被我们骗过去，然后乖乖的让我们对这个假硬碟里面的分割区动手动脚。伪装成功之后，我们得先侦查一下敌情。输入 lsbkf 这个指令就像一台雷达，
它会把系统上所有的储存装置都扫描出来。当然咯，也包括我们刚刚用魔法变出来的那颗虚拟硬碟。好，在雷达扫描出来的结果中，你要睁大眼睛仔细找一下哦。你会看到一个标签，也就是 label， 叫做 state 的分割区。找到了吗 ？Bingo， 就是它。这就是 FireOS 存放所有个人资料的保险库啦。赶快把前面的装置名称，像是 Loop7P 这种格式记下来或复制起来，因为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动手术的目标。锁定目标之后，就轮到我们的空间规划师 GrowPart 上场了。你看它的用法其实很直观，就以上一个例子 Loop7P1 来说，指令就会是 sudo growpart/dev/loop7one。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在告诉系统说，把 Loop7 这颗硬碟的第一个分割区给我长到最大。在进行最后一步之前，我们得先做个健康检查。这一步很重要哦，千万不能省。EFSCK 这个指令就像是硬碟医生，他会仔细检查档案系统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小毛病，顺便修复一下，确保它身体健康。这样我们在扩容的时候才不会发生意外。万事俱备，只差这临门一脚啦！执行我们最后的魔法 Resize to FS。这个指令会对档案系统下达最终的命令。嘿，新的空间都准备好了，全部给我用好用满。按下 Enter， 当当，扩容大功告成，我们的空间变大了。魔法表演完了，也别忘了把道具收好。我们用这个指令卸载之前建立的那个回路装置，这等于是告诉系统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刚刚那个是假的硬碟，你可以忘掉它了。养成这个好习惯，系统才不会乱标哦。好的，空间的问题我们已经完美解决了。但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的那个痛点吗？到底要怎么让 Ventoy 认得这个档案呢？跟你说，答案可能会让你忍不住笑出来，因为它真的出乎意料地简单。没错，你看到的就是全部的真相。Ventoy 就像一个挑食的小朋友，他就是不认识副档名是大bin的档案，但他偏偏就认得大 img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改个名字，投其所好而已啦。在终端机里面用 mv 这个指令就能轻松搞定，把档名最后的点bin改成点 img，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。好了，现在把这个改好名字又成功增肥的档案复制到你的 Ventoy 随身碟里面去吧。恭喜你，所有关卡都已经打通了。现在你可以安心地重开机，选择用 Ventoy 随身碟来启动，你就会很惊喜地在开机选单里面看到 FireOS 了。点进去，完成一些简单的设定，一个空间超大、功能完整的 FireOS 系统就完美地呈现在你眼前啦。恭喜你完成了所有的挑战，现在你的 FireOS 有了一个超宽敞的空间，想装什么就装什么，再也不用担心容量不足了。那这也带来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啦，换我来问问你，有了这么多新空间，你第一个会想安装的 App 是什么呢？是期待很久的游戏大作，还是什么专业的 Linux 工具？快到下面的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计划吧。